大家看到眼前漆黑的屏幕首先想到会是什么呢？是不是无这个概念？有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虚无这个概念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因为我们的物质世界不论是什么东西，首先它有一个存在的基础前提，然后它才能被我们的视觉听觉味觉等五官感知到，所以这里面就不存在无这个概念。说到虚无，首先我们得先知道灵的由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虚无和灵之间的故事。注意，它们之间并不是等同的关系，是有区别的。说到灵，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我们人类是花了好几个世纪才真正接受这个灵这个概念的。如今，灵不仅仅是个数字它还帮助神经科学家揭开了大脑是如何感知没有的奥秘。举个例子来说吧，就当你在观察鸟的时候旁边的人总会有人问你你能在树冠里发现那些常州的鸟吗？对吧？但是当你真正仔细观察树梢的时候，却什么东西都看不到就连个鸟影都看不到，你就会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间在努力寻找那些不存在的鸟影。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大脑就会冒出空这个概念即便眼前真的什么东西都没有，这其实说明大脑里充满了各种关于空的体验。明明什么东西都看不到，大脑却告诉我们这里一无所有。对于研究意识的科学家来说呢，这正是一个极富魅力的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我们人类是怎么感知数字零的。Hello， 大家好，我是敏感，新规矩先点个赞，点个订阅。友情提示，接下来的内容可能极其骚扰。零其实在历史上也颇有意思那些畏惧空的文明总是对零敬而远之而敢于接纳空的文化却能把零发挥得淋漓尽致。比较有趣的是虽然我们每天都在用零，但大脑到底是如何呈现这个数字至今还是个谜。试想，如果大脑真的有一套专门用来计数的系统，当看到有突然变成无的时候，又是如何发出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的信号呢？或许感知空和理解零之间有可能藏着某种共通的秘密。也就是说，当你意识到零的存在时，大脑可能会启动一些最基本的感官机制，用来判断看得见与看不见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关注空的体验或许就能为我们提供研究意识本质的一种新工具。说到零的起源，它最早出现于大约50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当时苏美人发明了一种全新的数字书写法。他们那个时候呢，他们不为每个数字创造新的符号，而是通过数字在数列中的位置来确定数值。比如数字407和47中都有4，但是407里的4呢，它表示400，对吧？而在47中的4则表示40。这是这种位置计数法，对吧？让我们能迅速的记录那种比较大的数字和简化计算。但是呢，那个407对吧？中间它没有那个数字的时候是怎么办的呢？当时对吧？因为当时没有零嘛，对吧？怎么办呢？于是苏美尔人就想到了，就在那个两个数之间用一个斜楔形的特殊符号代表零，说表示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这就是零的由来当然那个时候它是一种代表，那时候还没有零嘛。尽管位置计数法和零的威力作用比较大，但当这种系统从中东传出去的时候，却遭到了很多阻力和嘲笑。希腊人几乎没有采用零，对吧？那时候他们依然使用的是类似罗马数字的非位置计数法。那个时候的大部分希腊学者呢，都专注于几何学嘛，我们都知道，他们用那个线条、点和角来描述世界就是那个阿拉伯数字那时候阿拉伯数字都是表示角的就1、2、3、4、5，就是表示它有1个角、2个角、3个角、4个角、5个角。他们那个时候就根本就觉得空就没什么用处甚至呢还一度觉得空根本就不存在。
连亚里士多德也坚持这一点。圣奥古斯丁呢，更是把无与魔鬼画上等号，认为虚无是世间最大的邪恶。不过对于经商的人来说，未知计数法就实在是太好用了嘛，就用于计算，这让零在那些原本排斥它的文化中呢，就慢慢的站住了脚跟。实际上啊，正是社会底层的那些劳动人民，然后通过遍布世界各地的那些贸易网络啊，把零从巴比伦带到了印度。那时候呢，与追求逻辑严谨的希腊不同，印度文化其实早就将虚无融入到了他们的哲学思想中。比如印度当时就会用各种词汇来描述无的，就无论是浩瀚的太空啊，缥缈的以太啊，还是空荡荡的虚空啊，都能表达有缺失之外的那种感觉。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啊，零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就像婆罗门基多这样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还不仅发明了零，还详细制定了关于零的数学规则。就比如任何数减去自身就等于零，任何数乘以零还是等于零。从那个时候起呢，零就不再只是一个占位符了，而是成为了与其他数字平起平坐的那种重要概念。那么零究竟有多么特别呢？据说最早用一个空心圆圈来表示零的是公元前876年印度中部的一个叫瓜面尔的城市。就是那些更早期的在纸张或树皮上出现的零呢，因为流传于古老的贸易路线之上，很可能就说已经遗失了。然后也正是通过这些贸易路线，零这个概念呢，以更成熟的一种形式又传回到了中东，再慢慢传到欧洲。这其中有一个关键的人物那就是一个年轻的旅行商人斐波那契。他在1202年出版的《计算之书》中把零介绍给了欧洲读者。即便如此零还是遭到了排斥和嘲笑。反正那时候欧洲就是一根筋，用阿拉伯数字计算的新规则也常常出错。再加上零总和虚无挂钩，很多人认为这冒犯了上帝。毕竟当时的信仰嘛，上帝是从无中创造了世界，所以虚无显然不应该存在。正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圣奥古斯丁甚至把无和魔鬼画上等号，虚无视虚无为世间最大的邪恶。这更凸显了就是当时欧洲对零的那种根深蒂固的一种抵触情绪。历史也表明了，真正推动零普及的还是普通的劳动者。那么随着复式记账法的那种使用呢，商人们用这种方法记录收支和记账嘛，零的实用性在欧洲也慢慢站稳了脚跟。你那些搞哲学的或者那些他不用但是下面的人他又用然后到了15世纪呢，知识分子也不得不正视零的存在，这时候呢才开始被大众所接受。尤其是在15世纪末，在科学界发生了一件大事情就是莱布尼茨和牛顿分别构建了微积分的基本原理。而微积分的核心正是研究函数的极值问题这里面零就显得极其重要了。因为也正是这个原因微积分的这个原因这两位大佬才分道扬镳的。也正如欧拉所说世间万物皆有其极值意义。那么这时候零作为一种有，就或许能帮助我们揭开宇宙的某种奥秘。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零被接受的过程漫长且曲折。其实这和孩子们学会零时所经历的困难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其他数字总能直接对应现实的具体事物，而零却代表了什么东西都没有。正如怀特还打趣说，没人会出门买0条鱼。要理解和使用零就必须从具体的物质世界转到抽象的概念世界。你必须要在脑海中想象这种是一种抽象的一种概念。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孩子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掌握这个零。也有实验表示，还不会说话的婴儿已经能够直观地分辨出眼前物品的数量。比如联系看到4个玩具的图片后，当那个图片出现有5个玩具的时候，他就会露出惊讶的表情。但当那个图片上什么玩具都没有的时候呢，就0个的时候呢，他就表示没什么表示了，就有点摸不到头脑了。类似的实验还表明着小宝宝甚至能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简单的计算。举个例子如果5个月大的宝宝看到一个木偶被放到屏幕后面，而在之前呢，他们已经看到了屏幕后面好像已经有了一个木偶，
那么当屏幕升起来的时候，露出3个木偶的时候呢，就说宝宝们就会看得更久，就表示他们在潜意识的计算啊。这也说明了他们能够分辨出结果对不对劲这个问题啊。然后呢，如果计算结果应该是0个木偶的话，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话，就宝宝们的这个能力就好像突然消失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孩子们对0和无的关系啊，逐渐有了初步的理解，但要真正掌握0的抽象特征啊，仍然还是不易的。有的学前儿童虽然知道啊0表示没有，但依然认为1是最小的数字。就当被问到0是否比其他数字更小的时候呢，他们的回答显得非常随意。研究发现了，孩子们对比2个数字的大小的时候，如果用什么都没有代替0的话，就表现得更加准确一点啊。这就说明了，要把0看作是一个完整的数字的话，必须先把它与虚无联系起来，再把它定位在数轴的起点啊。就即使是我们成年人嘛，在判断0是奇数还是偶数的时候也容易出错，以及处理0比其他小数字更费脑力。这都说明了大脑在面对0的时候，其认知负担要更重了。我们对0的理解呢，可能最初源于对缺失的直观感受。就孩子们在理解0时，常表现出一种特别的认知方式，这让我们不禁好奇，大脑是如何呈现0这个概念的。其实直到最近啊，这个问题才逐步进入科学家们研究的视野。曾经啊，就说神经学家安德利亚斯·尼德带领团队做了一个持续多年关于猴子对空寂或0概念的神经反应实验。实验主要的目的是通过训练猴子完成数字比较任务，来研究他们对0的神经反应。具体来说，就是让猴子观看屏幕上呈现的点阵，这些点阵包含不同数量的点，其中也包括0点，即就是空寂嘛。猴子需要比较2个连续呈现的点阵，并判断它们的数量是否相同或不同。在猴子执行任务的时候呢，研究人员会记录他们前额叶皮层中神经元的活动，对吧？通过分析神经元的反应模式，研究人员发现一些神经元会对空寂产生特定的反应，表明这些神经元专门负责编码0的概念。这些实验呢，揭示了动物大脑中存在着专门处理抽象数学概念的神经机制。有的细胞只对空寂有反应，对其他数量的刺激呢没有太大的就是说反应。而在大脑前部呢，还有一个类神经元呈现出渐变模式。当猴子看到空寂时，放电时候最旺；看到1个点的时候略减；看到2个点的时候再进一步降低，往下推。这种活动模式正好也反映了0作为数轴起点的一种特性嘛。到了2024年呢，科学家们想知道我们人类的大脑中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神经元。他们和一些需要做脑部手术的病人合作，在这些病人的大脑里装上了非常小的窃听器就是那一种微电极，然后让病人看一些数字也包括0嘛，跟那个猴子的实验差不多，只是把猴子换成了人。然后通过窃听器呢，科学家们就能听到病人大脑里神经元的神经活动，看看哪些神经元在看到0的时候会显得特别兴奋就表示它在活动重点考察的就是我们人类是如何用符号圈来表达0的能力。结果显示，对空寂有反应的神经元与对具体正数反应的细胞活动模式略有不同。科学家们认为这可能意味着这些细胞代表着大脑中一种更基础的虚无状态，这与存在截然相反的。总之，这些发现再次表明了0和缺失之间有着某种深刻的联系。就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点呢，就伦敦大学神经科学系的巴内特和弗莱明合作，用脑磁图仪做了一个补充试验。脑磁图仪有什么作用呢？就它能记录成千上万个神经元同步活动的综合信号。就他们让受试者完成涉及符号0和空寂的数字任务，结果显示，无论面对空寂还是符号圈大脑中不同神经元群体的活动都表明0总是被定位在数轴的起点。而且空寂引发的脑活动在某些方面与符号0非常相似。这进一步验证了我们将0符号化的能力
很可能就是从对缺失这种直观体验的原始表征演化而来的。综合这些研究嘛，我们初步得到一个，就说是前面的那个神经学家安德烈亚斯·尼德在2016年提出的。他认为人类大脑对灵的表征方式可能与我们最基本的感知无的能力存在共通之处。那么感知缺失或者说无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就为了在实验里模拟这类体验，在实验中，研究者会让参与者在一片视觉噪点中寻找模糊的图案，然后问你在里面看到了什么吗？就还是你只看到了一堆噪点。结果发现这个过程和理解灵就相似。我们的感官系统天生倾向于捕捉存在的事物，而当某个物体进入视野的时候，视觉皮层的神经元就会激活嘛。这种重有轻无的偏好也反映了当前大多数关于感知和意识研究的重点。我们主要研究的是如何察觉存在的东西。尽管如此我们对缺失的体验在意识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因为我们时常会注意到看不到的东西。其实这种体验的神经基础呢，对我们全面理解人类意识运作机制也非常有意义的。和孩子们学会灵一样，我们对缺失的感知也发展的比较晚。这个现象可以用特征积极效应来解释，就我们总是更容易注意到存在的东西，而忽略了缺失的部分。举个例子，4个月大的宝宝如果先熟悉字母 F， 再看到多出一横的 E，就会有一个惊讶的表情，就反正是会有一些反应嘛。但如果先熟悉 E 呢，然后再看到 F，他们就会感觉就没什么多大的反应，就感觉没有注意到 F 少的那一横。这种情况和婴儿在前面木偶实验中无法识别零十分相似。实际上我们天生就不擅长捕捉缺失的信号比如我们在校对文字的时候人们更容易发现多出的笔画，而不是少掉的笔画。成年人在观察图像时也更容易关注到具体存在的细节，而忽略缺失的部分。比如万事中的 C 写成 G，就很容易被发现。但是 Stranger 中的 G 写成 C 的话，就可能没那么容易被发觉了。更有意思的呢，这种特征积极现象不仅存在于视觉和听觉中，还在鸽子老鼠蜜蜂猴子等动物身上也普遍存在。说明从进化上来讲，我们的感知系统就偏向于发现有，而对无总是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再比如，当我们说没看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呢，通常就感觉有点不自信的那种，就没有看到我确定看到某个东西存在的那种自信感。对没有看到是否准确也难以判断，就非常难以判断。总的来说，就感觉好像自己没有那么肯定。总的说呢，相对于明确感知到存在的东西我们更难应对那种缺失的体验进行深入反思。那么大脑是如何产生这种虚无体验的呢？最近研究显示无论是鸟类、猴子还是人类大脑中都有专门处理缺失信号的神经元。就要在实验中研究者让鸦科鸟和猕猴检测屏幕上的微弱刺激，结果发现当他们正要表示什么东西都没看到的时候，相当于人类额叶皮层的区域会突然变得异常活跃。同样在人类实验中，当参与者判断手腕上的震动停止时，顶叶皮层的神经元也会特意放电。这些缺失神经元目前还不清楚是单纯的标志着某个刺激不存在，还是直接参与了整个判断的过程。但有一点能肯定的是，我们对缺失的感知并非仅仅因为神经活动缺乏，而是大脑利用了某种特殊的机制来呈现的这种体验。也就是说，大脑会检测我们的注意力是否足够敏锐，从而确保在物体真正存在时能被及时的捕捉到。这一机制正是一些新兴的意识理论的核心，比如说感知现实监控 PRM 理论和高阶状态空间 HOSS 理论。他们认为在大脑中存在一套事实核查员系统就像媒体平台的这种后台的审核员嘛，就会解释来自视觉等感官的信息判断这些信号是否足够可靠来证明你已经看到了某个物体。如果没有，这个系统就会主动告诉你什么东西都没看到，什么东西都没有。这或许就能解释我们究竟是如何意识到刺激缺失的。当我们能够看到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
究竟是如何普知到这种缺失的感觉呢？是吧？认知神经科学家马祖尔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他认为要感知缺失，我们必须进行一种反事实推理。也就是说，如果物体存在，我就应该能够看到它。换句话说，大脑需要自我检测，判断出自己的感知系统是否正常，注意力是否足够，从而确认本应该看到的东西是否真的会出现。有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就说有一个研究嘛，参与者需要判断一幅被噪点干扰的图像是否嵌入了字母。结果显示呢，当视线被遮挡的时候，他们反而更容易错误地认为有字母存在。这说明我们的视觉系统会自省地考虑干扰因素，并最终影响最终的判断。这一发现又引回了您的话题，如果驱动我们感知缺失的正是那套基础神经机制的话，那么在使用数学上的零的时候，我们或许也在调动同一种自动化认知系统。就像在观察鸟的时候，我们大脑试图捕捉缺失的鸟影一样，对吧？其实我们对环境中有的事物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处理机制。顶叶皮层的某些区域专门就负责提取物体数量的信息。比如当你看到有4只猫头鹰的时候，大脑只记住数字4，而忽略了其他细节。这种能力对我们理解外界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判断自己是否看到了东西的神经系统和我们感知数量的机制是同一种，那么一些理论，就如我们上面说的 HOSS 和 PRM 就能更好的理解、更好的解释我们是如何准确意识到外部世界的。基于这些观点呢，一个有趣的假设就出现了：如果您的神经基础真的依赖于处理缺失的那套机制的话，那么能够正确使用零这一概念的生物，可能首先就需要具备某种感知意识。也就是说理解零或许可以看作是意识成熟的一种标志。虽然有研究发现蜜蜂也能掌握零这一基本概念，这一观点在某些人看来可能会觉得有些牵强，但深入探讨数字零与缺失感知之间的相似之处，或许就能揭示出缺失体验的神经机制，甚至帮助我们理解更为广泛的意识觉知过程。毕竟正如让·保罗·萨特所说，虚无才是存在的核心。而零这个数字的发展呢，不仅帮助我们解锁宇宙的奥秘，也许还能让我们更接近解开思维的奥秘，至少对前面观鸟失败的沮丧也少了部分嘛，是吧？因为即便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即使是无，也蕴含着深刻而某些复杂的意义在里面。好了，今天内容就讲到这里吧。